天是父母的忌日，同学一大早就来到墓地，面对父母的墓碑，同学终于忍不住说出这3年来的辛酸和委屈。3年前，父母发生车祸去世，自己只能投靠舅舅生活。舅舅一家人待同学如亲生女儿一般，谁知舅舅却因为贪污被霸道总裁莫少谦抓住把柄。万不得已，同学只能将自己出卖给莫少谦，才得以换取舅舅一家的安宁生活。在同学还沉浸在悲伤之中时，一个电话突然打断了他。打电话的这个男人正是莫少谦，他是莫氏集团的总裁。得知今天是同学父母的忌日，猜想他一定会去墓地祭拜，便悄悄地跟在后面。此时莫少谦坐在车里，试探性地询问他在哪里，没想到同学居然骗他说去逛商场。莫少谦想看同学会怎样演下去，于是便去商场接他。惊慌失措的同学赶紧给闺蜜月莹打电话，让她帮自己买一条白色裙子。还没等到同学过来，月莹就被前来找寻同学的莫少谦撞倒摔伤腿。莫少谦一改之前冰冷的态度，对月莹极其温柔和绅士，还帮她按摩受伤的脚，完全想象不到刚才的他还是一副高高在上咄咄逼人的样子。莫少谦轻轻地把月莹送上车，谁知被狗仔偷拍，发现被人跟踪的莫少谦命令司机马上离开。等同学前来找月莹拿裙子时，莫少谦早已离开。同学没有见到莫少谦的身影，心里十分忐忑，便着急地回到别墅。管家告知同学，莫先生在卧室等他。同学听后感到异常的紧张和害怕，鞋都没来得及换，就跑回自己的卧室，从衣柜里拿出一件莫少谦的衬衣穿上。同学小心翼翼地推开卧室的房门，看见莫少谦生气地坐在床上，同学熟练地跪在地板上为他更换拖鞋，可莫少谦却是冷冰冰地看着他，嘴里全是冷嘲热讽。你还记不记得今天是他们的忌日，居然还有心情去逛街去买衣服？没准你爸妈还会骂你，不去拜祭也就算了，可是你的男人回来了，还不赶紧回去陪他？面对莫少谦的冰冷的态度，同学没有一点反应，似乎已经习惯了被这样对待。莫少谦见同学没有一丁点反应，十分生气，一把抓住他的脖子，嘴里说着全是侮辱同学父亲的话语。你爸爸应该是一个很贪钱的人吧？他是怎么死的？是报应吗？你放开我！果然莫少谦这一招很奏效，同学立刻变得情绪失控，无奈、痛苦、恐惧瞬间涌上来。可越反抗，莫少谦就越高兴。同学用力推开莫少谦，逃回自己的卧室，蹲在地板上失声痛哭。同学已经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向往的生活，被莫少谦玩弄于股掌间。之前同学任凭莫少谦怎么折磨，他都不会有半点反抗。但今天是父母的忌日，同学第一次反抗莫少谦，并告诉他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回舅舅家吃饭。晚上同学来到舅舅家，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准备吃饭。这时门铃突然响起来，打开门一看是莫少谦。同学吓得脸都僵硬了，他害怕莫少谦揭穿两人的关系。可莫少谦只是礼貌地微笑着，声称自己是同学的男朋友。同学害怕莫少谦会伤害自己的家人，便着急地拉着莫少谦离开。两人回到车里，同学百般讨好他，可莫少谦无动于衷。为了惩罚同学，便将他带到当初两人第一次邂逅的咖啡店。看到熟悉的地方，同学不由得害怕，蜷缩在角落里。3年前还是大学生的同学，一边上学一边在咖啡店打工。同学的单纯阳光瞬间打动了莫少谦的心。晚上，莫少谦便邀请同学一起共进晚餐，还送给他一份贵重的礼物。当时同学已经有男朋友了，便拒绝了莫少谦。为了追求同学，莫少谦便派人调查同学的身世，结果发现同学竟然是杀父仇人童文斌的女儿。当年因为同学的父母受贿，将公司内部资料泄露出去，导致莫氏集团股价大跌。莫少谦的父亲一气之下突发心脏病去世，万分悲痛的莫少谦发誓一定要为父亲报仇。可还没等他有所行动，杀父仇人却已经死了。被仇恨蒙蔽双眼的莫少谦决定把所有的仇恨都发泄在这个单纯的女孩身上，于是利用同学舅舅贪污的证据逼同学就范。数数那些零，估计你舅舅这下半辈子都要在牢里面度过了。你到底想怎么样？咖啡店是一切孽缘的开始。同学害怕再次回到这噩梦般的地方，于是祈求司机老马赶紧开车离开这里。
看到瑟瑟发抖的同学，莫少谦心满意足地笑了。晚上回到别墅，面对莫少谦的强迫，同学没有丝毫反抗，只是在脑海里闪现与初恋的种种美好。莫少谦发现同学心不在焉，大发雷霆，从同学衣柜里翻出初恋送给他的千纸鹤。莫少谦当着同学的面将千纸鹤洒落一地，然后转身离开，剩下同学无能为力地瘫坐在地上。第二天，莫少谦接到公司的电话，不得不飞往上海。莫少谦不在的期间，同学也恢复了自由身。这天也是好闺蜜月莹的生日，大家都来为她庆祝。晚上喝醉酒的月莹无意间拿起同学的手机，拨通了莫少谦的电话。这一举动吓得同学瞪大眼睛。莫少谦接过电话，听着同学这边嘈杂的声音，一句话也没有说，安静的让人觉得可怕。这时萧山的出现立刻打断了这份安静。同学听到这个名字，立马挂断电话。莫少谦对这个人的出现十分震惊，这个人到底是谁？他和同学是什么关系？莫少谦又会怎么对待同学？关注萌妹，下集更精彩。当年同学父母因车祸去世，孤苦无依的他无法从伤痛走出来，直到萧山的出现才将他带离痛苦的阴影，两人很快坠入爱河。萧山是同学的初恋，但好景不长，莫少谦为了报仇找到同学，并将他占为己有。面对恶魔般的莫少谦，同学深知逃不出他的魔爪。为了不拖累萧山，同学狠心地提出分手。时隔多年，两人怎么也想不到竟然会以这种方式相见。再次重逢时，萧山身边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深知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同学，为了逃避这个尴尬的局面，声称要去公司加班，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同学悄悄来到一个小木屋，这里承载了太多他和萧山的美好回忆。放心不下的萧山也悄悄地跟了过来，看见眼前熟悉的环境和自己喜欢的女孩，萧山心里五味杂陈。当同学询问他怎么不陪女朋友时，萧山告诉他，资贤不是他女朋友。听到这话的同学心里燃起一丝希望，可很快就被一个电话打破。在哪儿？刚吃完饭，马上就回去了。跟谁在一起的？这么着急挂电话？莫少谦质问同学在哪里，跟谁在一起，命令他立刻回家，不然就让他一无所有。面对莫少谦的咄咄逼人，同学无力反抗，深知无法摆脱莫少谦的控制，让萧山先行离开，自己想多待一会儿。萧山察觉到同学的异样，意识到她可能有男朋友了，便失望地离开。内心纠结的同学想上前去解释，可考虑到自己的处境，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萧山越走越远。隔天，月莹找到同学，让他陪自己去看学长的篮球比赛。结果刚到篮球馆，同学就被飞来的手机砸中眼睛，瞬间血肉模糊的同学吓坏了众人，于是赶紧将他送往医院。医生说同学的眼睛是外伤性眼角穿孔，需要马上做手术。此时出来给奶奶拿药的萧山看见受伤的同学十分心疼，趁同学睡着之际悄悄过来看望他。萧山将一个信封交给护士，让他转交给同学。同学打开信封，发现里面全是月莹和莫少谦的照片。气急败坏的同学以为莫少谦为了报复自己，故意接近月莹。此时月莹也向同学抱怨自己家可能要破产了，原因是得罪了一个叫莫少谦的人。听到月莹这一番话，同学更加落实这一切都是莫少谦所为，于是便打电话质问他，你到底想怎么样？什么事？如果你还在生我的气，你就去折磨我好了。请你不要去骚扰我的朋友，好不好？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此时正在出差的莫少谦矢口否认这件事，同学认为莫少谦故意撒谎，便吵着闹着要去找他。还好及时被管家和老马拦住，直到护士给他打了一针镇静剂后，才算安静下来。夜里，同学一直做噩梦，担心自己与莫少谦关系被曝光。我没有，我不是那种女人，是你害得我家破人亡。我没有，是你这个贱女人。同学嘴里呼唤萧山的名字，没想到这一切刚好被莫少谦听到，发现同学心中装着别的男人。莫少谦愤怒地离开医院。第二天，管家和老马来接同学出院，并告诉他莫先生十分生气，让他小心一点。回到别墅后的同学第一时间向莫少谦坦白，并解释自己与萧山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正在气头上的莫少谦根本听不进去，嘴里骂着同学跟其他女人一样。我还以为你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原来是个痴情女子。我知道你不高兴。
我为什么不高兴？在我心目中，你跟这种女人没什么分别。同学早已习惯被这样谩骂，现在他更担心的是莫少谦会把气撒在月莹身上，并一直纠缠着他，请求莫少谦放过月莹。莫少谦听完这番话，发现原来在同学心里，自己一直都是卑鄙的小人。怒火中烧的莫少谦更是对同学放出狠话：他的那个女儿就是你的好朋友，长得还挺漂亮吧？我相信他为了救他的老爸，也不会介意牺牲一下的。不，我不许你碰他！信以为真的同学难过至极，为了朋友，他愿意和莫少谦交换条件。失落的莫少谦冷笑着说：我有2个生意上的好朋友，他们还挺喜欢你这种类型的。只要你答应陪他们玩一玩，那我就答应你放过他们2父女。看着如此绝情的莫少谦，同学心灰意冷，流着泪答应了莫少谦的要求。第二天，同学如约来到酒店。当他在门口还在犹豫要不要进去时，屋里却传来月莹的声音。推开门一看，发现莫少谦端坐在正中间，屋里坐满了人。莫少谦装作不认识同学，微笑着和他打招呼。在月莹父亲的解释下，同学得知这次多亏莫总的帮助，才挽救公司的危机。同学听完大吃一惊，他不敢相信身边这个男人早上还威胁他，下午就像变了一个人，这么热心的帮助自己，但事实上莫少谦却是做了一回好人，甚至错怪他的同学在莫少谦故意捉弄下，勉为其难地喝下了整杯白酒。看着同学被灌醉的样子，莫少谦觉得既好笑又心疼。晚上回到别墅，莫少谦看见醉醺醺躺在床上的同学，不由得心生怜爱。当熟睡的同学哭喊着带我走时，莫少谦害怕他会说出别人的名字，便用堵住纯雪的嘴唇，不让他继续说下去。莫少谦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竟然会如此害怕失去同学。此时管家进来，递给莫少谦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女人，她面无表情地坐在床上，告诉莫少谦明天必须回家，并说这是爸的意思。面对女人的义正言辞，一向我行我素的莫少谦无法拒绝，依依不舍地看着同学。次日一大早就开车离开。这个女人是谁？她和莫少谦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莫少谦如此听她的话？关注萌妹，下集更精彩。这个女人有多狠？在结婚10周年上，女明星多看了老公一眼，直接派人停掉她所有工作，一夜之间身败名裂。当女明星向她跪地求饶时，她反手又给了女明星一巴掌。这个女人叫穆永飞，她是穆氏集团的大小姐。10年前一次古董拍卖会上，对莫少谦一见钟情。为了给父亲买下心爱的古董灯，莫少谦一路过关斩将。眼看就要将古董灯拿下时，穆永飞却以更高的价格成功拍下。莫少谦为了让父亲高兴，拍卖会结束后主动找到穆永飞，希望他能慷慨解囊，将这盏古灯让给自己。穆永飞被眼前这个诚恳的男孩打动，决定把古董灯让给他，但作为交换条件，他希望能和莫少谦跳一支舞。为了感谢穆永飞的帮助，晚上莫少谦答应了他的请求，与穆永飞跳了一曲华尔兹。原本以为两人的关系只限于此，但不久后，莫少谦的父亲意外去世，莫氏集团面临重大危机。得知这个坏消息的穆永飞第一时间找到莫少谦，穆永飞给了他莫大的帮助和安慰。在穆永飞的鼎力相助下，莫氏集团总算渡过了难关。为了莫氏集团更好的发展，董事会元老建议莫少谦与穆氏集团的千金穆永飞联姻，但心地善良的莫少谦不想欺骗他的感情，便委婉地拒绝了。可用情至深的穆永飞丝毫不在乎，即便是假结婚，穆永飞也愿意嫁给他。莫少谦被他的深情打动，便答应了穆永飞假结婚的要求。当晚新婚之夜，莫少谦坦诚自己无法跟一个没有感情基础的人睡在一起，准备搬到客厅里去。这一举动瞬间惹恼了穆永飞，他一改之前的好态度，对莫少谦放出狠话：不过就是我们家的一条狗，既然你已经把自己卖了，就卖得彻底一点，也讲点职业道德，不要又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此时莫少谦终于看清穆永飞的真面目，于是摔门而出，离开了穆家。10年来，两人一直没有住在一起。尽管莫少谦如此无情，但穆永飞对他还是恋恋不忘，期待他回心转意的那一刻。这天，穆永飞打电话让莫少谦回家，并说爸爸想将科技公司收购的案子交给他。
之受困于他人的莫少谦无法拒绝，只能勉为其难的答应。莫少谦一回到穆家，穆永飞就质问他与女明星的事儿，并得意地炫耀自己是如何对付他外面的女人。穆永飞拿出莫少谦送给女明星的项链，莫少谦只是冷冷地说道：“可能在我眼里，你跟那些女人也没什么分别吧。”莫少谦的话彻底激怒了穆永飞，他发誓一定要铲除莫少谦身边的任何女人。这时，珠宝店老板告诉穆永飞，莫总在店里定做了一颗红宝石戒指，不知道他送给谁了。穆永飞听后脸色大变，他意识到莫少谦背后的女人另有其人。当莫少谦办完科技公司的案子，回到自己别墅后，穆永飞也紧随其后埋伏在附近。这时，珠宝店老板打来电话，说发现了红宝石戒指的下落。原来，红宝石戒指在同学舅妈手里。当时莫少谦去同学家拜访，红宝石作为见面礼送给了同学的舅妈。爱贪小便宜的舅妈决定把这颗红宝石珠宝卖掉，送自己女儿出国。谁知珠宝店老板一眼就认出这颗红宝石，于是悄悄告诉穆永飞。得知消息的穆永飞假借珠宝买家的名义约同学舅妈出来。心急的舅妈正准备把红宝石拿出来，这时同学舅舅及时赶来，他一眼认出了穆永飞的真实身份，拉着舅妈就往外走，这才没有暴露同学的身份。但贪财的舅妈临走时留下一张同学的名片。穆永飞拿着名片找到了同学的公司，准备守株待兔。深知有大事发生的舅舅立刻给莫少谦打电话。得知消息的莫少谦还没来得及考虑，就打电话命令同学立刻回家。同学害怕自己会被穆永飞报复，落得与女明星一样的下场，赶紧回到别墅询问莫少谦该怎么办。莫少谦则是一边玩着游戏，一边不慌不忙地安慰他说没事儿，剩下的交给自己处理。隔天，莫少谦带着自己的母亲一起来到穆永飞常去的茶馆，此时刚好碰见穆永飞和闺蜜出来。看到婆婆的穆永飞格外高兴，为了给婆婆留下好印象，穆永飞特地的展示了自己的茶艺。莫少谦的母亲一边夸赞他，一边故意将带有戒指的手放到桌子上。穆永飞看到婆婆手上的戒指，尴尬的笑了笑。这枚戒指竟和珠宝店老板说的红宝石一样。从莫少谦母亲口中得知，这颗红宝石戒指是莫少谦送的。听到婆婆亲口这么说，穆永飞终于不再怀疑莫少谦。晚上便邀请莫少谦一起吃饭。穆永飞一改之前强硬的态度，像一个小女人样跟莫少谦撒起娇。面对善变的穆永飞，莫少谦只是淡淡的微笑着。这时，同学的舅妈打来电话，询问购买红宝石的事儿。当穆永飞正准备回绝时，舅妈告诉他，红宝石是同学的男朋友，莫少谦送给他的。穆永飞听后瞬间脸色大变，他看向假装毫不知情的莫少谦笑了笑。穆永飞会怎样对付同学呢？莫少谦这次能瞒过去吗？关注萌妹，下期更精彩。莫少谦到底有多爱同学？当同学生气时，莫少谦会送他红宝石戒指；当同学摔伤时，莫少谦会忍住剧烈疼痛，一直光着脚将他送往医院。在等待同学手术时，自己的脚已经血肉模糊。莫少谦恨同学吗？当然恨，他恨同学是杀父仇人的女儿，他恨同学一点都不爱自己。可莫少谦最恨的是自己，他恨自己无可救药的爱上同学。他恨自己明明想要折磨他，却一次次的保护他。在得知穆永飞偷偷调查自己时，莫少谦害怕他会伤害同学。为了转移穆永飞的注意力，保护同学，在结婚10周年纪念日上，他故意和女明星在一起，让穆永飞误以为女明星就是莫少谦背后的女人。愤怒的穆永飞一夜之间让女明星身败名裂。看见如此狼狈的女明星，莫少谦于心不忍，偷偷将一张3000万的支票给了女明星，让她可以彻底远离娱乐圈，安稳地过完下辈子。女明星看见莫少谦如此温柔，不由得心生爱慕，但知道自己与莫少谦并无可能，于是拿着手中的支票离开了。看着女明星远去的背影，莫少谦若有所思。虽然他表面上十分高冷，让人无法靠近，但骨子里的透露出的温柔却随处可见。当莫少谦以为摆平女明星后，穆永飞就不再怀疑自己，可没想到同学舅妈的一通电话直接暴露了同学的身份。那个枚戒指啊，是我外甥女的男朋友送给我的见面礼。莫少谦，叫莫少谦。
莫永飞得知被莫少谦欺骗后，恼羞成怒，下定决心一定要铲除同学。这次莫永飞不打算亲自动手，而是找到林子贤，利用他对萧山的爱而不得，以及对同学的嫉妒，两人一起联手铲除同学。莫永飞先是派人偷偷拍下同学和莫少谦在一起的照片，然后让林子贤将照片发布到网上，并散播同学被富豪包养的消息。随着消息的散播，很快就传到同学的公司。等他上班时，同事们都用异样的眼光上下打量着同学，并对他指指点点。同学看见网上散布的照片，顿时惊慌失措。就在他的身份将要被拆穿时，月莹却站出来替他解围。你们第一天认识同学吗？怎么能把她想成那种女人呢？她要真的被富豪包养的话，还至于天天上班挨金总的骂，受客户的气吗？虽然月莹表示愿意相信同学，但她也告诉同学，如果她真是那种拆散别人家庭的女人，自己一定会跟她绝交。听到这话的同学吓得直哆嗦，她害怕失去月莹这个朋友。晚上，林子贤又发布新的消息，再一次看见同学与富豪照片。一直相信同学的月莹也产生了怀疑。另一边，同学也担心自己和莫少谦的关系会被曝光，内心备受煎熬。此时，同学又收到了一个坏消息，穆振飞告诉他，当年给他下套的不是莫少谦，而是他的舅舅姜伟。看到穆振飞手里的照片，同学不愿意相信，一直把自己当作亲生女儿对待的舅舅会把他卖给莫少谦。得知真相的同学伤心的离开别墅。看见同学的离开，管家赶紧给莫少谦打电话。得知同学离家出走后，莫少谦担心他会做出傻事，赶紧叫老马掉头回去。此时电闪雷鸣，天空下起倾盆大雨。伤心欲绝的同学找到舅舅，一步步的质问他为什么要将他出卖给莫少谦。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把我卖给莫少谦？不是，他们拿了我的把柄威胁我，我要是不听他们的，我就得去坐牢。我要是坐了牢，你舅妈怎么办？帅怎么办？那我该怎么办？你说我该怎么办？甚至无法获得同学原谅的舅舅跪在地上，不断地向同学道歉。此时莫少谦及时赶到，他抓住同学的手，想要带他回家，可心如死灰的同学用力甩开莫少谦，消失在大雨中。看着远去的同学，莫少谦转身，恶狠狠地看着同学舅舅，双手抓住他的衣领，警告他：如果他有什么事，我不会放过你的。此时无家可归的同学来到月莹家里，同学原本以为他会收留自己，没想到月莹却指着网上的照片，斥责同学不知廉耻，并将他赶了出去。我不是告诉过你他有老婆的吗？你也答应过我不会再跟他来往，你怎么可以骗我？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月莹，对不起，我不要听你的对不起，我不要再看到你，你走。看到如此决绝的月莹，同学哭着离开了。晚上无处可去的同学瑟瑟发抖地蜷缩在角落里，孤苦无依的他想起了和萧山的种种美好。同学思考许久，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萧山的电话。萧山接到同学的电话后，第一时间赶到他的身边，看见一如既往相信自己的萧山，同学一把抱住了他。也许此时真正不会骗自己的人就只剩萧山了。第二天大早，萧山带着同学回到老家。晚上，同学向萧山说出了这3年的处境。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运气不好，才遇上了那个魔鬼，可我没想到，连我舅舅也出卖我。我不是运气不好，是命不好。萧山得知同学一直被莫少谦纠缠时，他恨自己的无能，恨自己在同学最需要时离开他。面对萧山的自责，同学十分心疼，从后面抱住萧山安慰说，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现在只希望两人能幸福的生活下去。可这样的美梦很快就被打破。隔天，林子贤找到同学，并告诉同学他已经有了萧山的孩子。听到这话的同学犹如晴天霹雳，上一秒还在天堂的同学，下一秒直接坠入地狱。为了不拆散萧山和林子贤，同学决定再次离开。此时萧山想上前去解释，谁知在一旁看好戏的莫少谦突然出现。同学再一次看见莫少谦鬼魅的笑容，害怕的浑身颤抖。同学会跟莫少谦走吗？莫少谦又会怎么对付萧山？观众萌妹，下集更精彩。同学到底有多可怜？3年前，清远看见父母因车祸去世，唯一的舅舅为了钱把她卖给莫少谦。闺蜜听信网上的流言蜚语，与她绝交。自己喜欢的人和别人有了孩子，即便世界对她如此不公，可善良阳光的她还是选择温柔地对待他人。
为了成全萧山和林子贤，童雪选择再次离开。可就在这时，一个熟悉而陌生的身影突然出现。童雪看见莫少谦脸上邪魅的笑容，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萧山得知他就是一直纠缠着童雪的男人，便想上前找他算账，还好被童雪及时阻止。童雪不想让莫少谦伤害萧山，便劝萧山先回屋里，自己留下来对付他。童雪强忍着泪走到莫少谦面前，童雪答应跟莫少谦回去，但需要给他一点时间处理和萧山之间的问题。莫少谦看了看表，我给你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以后我见不到人，我会再回来，到时候我也不知道会对你的初恋男朋友做出什么事情。童雪和萧山一起来到海边，这里曾经留下了许多的海誓山盟，如今却成了两人分手的地方。童雪为了让萧山能够安心回到林子贤身边，对他说出狠话：对不起，萧山，我不再爱你了，萧山，对不起。童雪说完便转身离开，留下萧山一个人呆呆地望着海边。与萧山告别后，童雪来到莫少谦的身边，他告诉莫少谦自己不会因为舅舅再受他的摆布了。童雪原本以为这样说会打消莫少谦带自己走的念头，可莫少谦拿起电话准备报警，担心舅舅会去坐牢的童雪最后还是乖乖地关上了车门，跟莫少谦离开。莫少谦因为有重要会议必须参加，他便命令老马将童雪送回别墅。再次回到别墅，童雪内心十分害怕，他挣脱了老马和管家的束缚，再次逃离。晚上，孤苦无依的童雪蹲在好朋友月莹的门外，看见月莹下班回来时，童雪想要坦白自己的秘密，可还没准备开口，月莹一上来就对她冷嘲热讽：你那么出色，交了一个这么有钱的男朋友，他家的厨房都比我这暴发户老爸的房子大吧？何必来找我呢？童雪看着月莹冷漠的表情，只好失落地离开。备受打击的童雪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像是丢了魂一样，差一点就要被车撞上，还好被偷偷跟在身后的月莹拦下。面对月莹的关心，童雪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她向月莹说出了这3年的委屈，听见童雪这3年所受的罪，身为好友的她却一点也不知情，不由得痛哭起来。月莹默默发誓，一定不能再让童雪受欺负了，并告诉童雪让她一直住在自己家里，不要再回到莫少谦的身边。晚上，莫少谦得知童雪没回家，便打电话威胁她。童雪接到莫少谦的电话，十分不安。看不下去的月莹一把夺过电话，警告莫少谦以后离童雪远点。我以为你是禽兽，是魔鬼，原来你是个病人。你是不是小时候受过虐待，有童年阴影啊？你最好去看看心理医生。说完便挂断电话。莫少谦害怕无法控制童雪，便给童雪舅舅打电话，并威胁他说：童雪回来了。哦，是吗？那太好了。可他是去他朋友家，打算永远不回来我这里，我应该怎么办呢？这事我来办，我来办。胆小怯弱的舅舅不想坐牢，次日便悄悄地跟在童雪身后，求他回到莫少谦的身边。你不是已经跟他3年了吗？那咱们就再跟3年。不，也许1年他就不要你了，他就嫌弃你了。看见舅舅自私的嘴脸，童雪失望地离开，只剩下舅舅一个人留在原地忐忑不安。童雪来到父母的墓碑前，她不明白为什么舅舅要出卖自己，更不明白为什么莫少谦要折磨自己。那是因为我是一个注定要下地狱的人，我想有人陪，而你是最好的人选。这时，穆永飞突然给他打电话，并将童雪约出来。为了让童雪主动离开莫少谦，他把童雪的真实身份说了出来。当童雪得知自己的父亲竟然是莫少谦的杀父仇人，童雪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找到莫少谦，并质问他事情的真相。可莫少谦只是冷冷地回了句：“是谁告诉你的？”看见莫少谦一如既往的冰冷态度，童雪发了疯地拍打着他。心烦意乱的莫少谦为了让他冷静下来，狠狠地打了童雪一巴掌。面对疼晕过去的童雪，莫少谦后悔不已，将她抱入房中，心疼地抚摸着她受伤的脸。醒来的童雪看见莫少谦，害怕他再次伤害自己，像一只受伤的小白兔蜷缩起来。看着童雪满含泪水楚楚可怜的样子，莫少谦转身离开。他用力地拍打着墙面。是谁？是谁告诉他？是谁？
正当莫少谦疑惑时，他发现穆永飞的车就停在附近。莫少谦打电话叫他出来，看见莫少谦刚打了同学，穆永飞得意洋洋地下了车。莫少谦知道这一切都是穆永飞搞的鬼，并警告他离同学远点。谁知穆永飞不依不饶：“你打我啊？我从来不打女人。我刚才明明看见你打她了。”莫少谦冷笑着说：“我只会打我的女人。”说完便转身离开。莫少谦来到同学的房间，关心他是否好些了，可同学却一直追问他，是不是为了报仇才找上自己的。莫少谦不愿告诉他残忍的真相，强忍着泪让他离开。可不愿接受现实的同学只想从莫少谦口中听到真相。终于抑制不住情绪的莫少谦愤怒地说出真相。面对两人之间的爱恨情仇，莫少谦彻底失去理智，一气之下抓住同学脖子，想要跟他同归于尽。可看到同学快要窒息时，又不忍地松开了手。莫少谦害怕自己会继续伤害同学，便假装狠心地将同学甩出门外，让他马上离开。重获自由的同学仓皇地逃离了别墅，留下莫少谦一个人在屋里悲伤痛哭。离开莫少谦的同学很快就振作起来，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原本以为同学和莫少谦再无瓜葛，可同学在工作时意外晕倒，去医院检查才得知自己竟然怀了莫少谦的孩子。同学该怎么办？他会留下这个孩子吗？莫少谦和同学的爱情又会怎么发展？关注萌妹，下集更精彩。同学正在公司上班，突然眼前一晃晕倒在地，被送去医院时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而孩子的父亲就是莫少谦，一个曾想掐死自己的男人。孩子的到来对于同学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对于一个未婚先孕的单亲妈妈来说，一个人抚养孩子太辛苦了，她不知道该不该生下他。同学反复询问月莹自己该怎么办，月莹鼓励她说，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可以过得很好。在月莹的安慰下，同学重拾信心。晚上，同学做了一个梦，梦里她见到了未出生的孩子。妈妈，你打算不要我了吗？妈妈别害怕，我只是想来见你一面。妈妈再见。看到孩子天真可爱的脸庞，同学想要拥抱他，可他却越跑越远。梦醒后，同学难过的痛哭起来，他不忍心伤害这么可爱的小生命，终于决定将他生下来。晚上，同学去公司加班，放心不下的莫少谦偷偷的跟了过来。他趁同学出去买东西时，悄悄地为他整理房间。同学回来后，看见整齐的房间和心爱的画册，猜想莫少谦一定来过。他害怕莫少谦又有什么阴谋，于是下楼找他理论。可同学来到楼下时，莫少谦却早已离开。此时，同学正好遇见萧山。萧山得知同学怀孕后，第一时间赶过来。萧山告诉同学，林姿贤并没有怀孕，他也不会和林姿贤结婚，还告诉同学自己愿意做孩子的父亲。可同学再也不想拖累萧山，便拒绝了他的情谊。看到同学如此坚定，萧山只好放弃。次日，同学来到舅妈家，将怀有身孕的事告诉了她。舅妈得知同学怀孕后十分高兴，为了让她彻底摆脱莫少谦，舅妈把之前卖戒指的60万给了同学，让他还给莫少谦。正有此意的同学答应了。下午，同学来到莫少谦的别墅，管家一看是同学，十分高兴，便邀请他进来休息。看见莫少谦并不在家，他便随管家一起进屋。同学将存有60万的银行卡放在茶几上，准备离开。此时，莫少谦突然从外地回来，惊慌失措的管家赶紧让同学躲到厨房。莫少谦一回来，看见同学未换的拖鞋，便知道他一定还在屋内。为了不让同学离开，莫少谦故意待在客厅，躲在厨房的同学吓坏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此时听到同学声音的莫少谦来到厨房假装喝水，心虚的管家吓得手直哆嗦。为了不让管家为难，同学主动站出来告诉莫少谦，这次回来的目的，我是来还卖掉戒指的60万的，这个是你给我的附属卡，我把60万存进去了，连附属卡一并还给你。听到同学回来只是为了还钱，失望的莫少谦转身就要离开，却被同学叫住。同学想让自己未出生的孩子多看莫少谦一眼，于是主动提出给他做一顿饭。莫少谦目不转睛地看着同学，满眼都是依依不舍。如果没有父辈之间的恩怨，这应该是一家3口最幸福的模样。做完饭后的同学离开了别墅，他望着莫少谦的方向，抚摸着肚子，忍不住哭泣。
第二天得知童雪怀孕的穆永飞拦住童雪，并威胁她把孩子打掉。你爸收了别人黑钱，泄露集团机密，害死了他爸，你还有脸给他生孩子？我会打掉的。好啊，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把他给打掉。可为母则刚，童雪一改之前温顺的样子，面对穆永飞的挑衅毫不胆怯。被童雪威胁的穆永飞恼羞成怒，用力扔掉手中的包，但转眼又露出阴险的笑容。随后，穆永飞找到莫少谦的心腹老陈，并把童雪怀孕的事情告诉他。老陈担心童雪会拿孩子要挟莫少谦，于是悄悄来到他上班的地方，想逼迫童雪离开莫少谦，去国外生活。可童雪不愿意再受到任何人摆布，只想过属于自己的生活，不愿离开这里。童雪用力挣脱老陈的束缚，准备下楼求救，结果被突如其来的穆永飞吓了一跳，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当童雪被送往医院时，孩子已经没了。失去孩子的童雪心灰意冷，她并没有大哭大闹，而是原谅了老陈。她希望从此以后不要有人来打扰自己的生活。看见如此善良的童雪，老陈十分后悔。可胆小的老陈面对莫少谦，还是无法开口说出真相。此时，穆永飞一脸得意地走进来，他告诉莫少谦，童雪打掉了他的孩子。听到童雪怀有自己的孩子，莫少谦大吃一惊，来到医院就掐住童雪的脖子，质问他为什么要打掉自己的孩子。面对莫少谦的苛责，童雪不想做过多解释，任凭莫少谦怎么折磨自己，他都不再反抗。面对一心求死的童雪，莫少谦松开了手。无论自己怎么恨他，莫少谦还是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莫少谦走后，童雪终于忍不住大声哭出来。一直深感内疚的老陈来到莫少谦的别墅前，将童雪流产的真相告诉莫少谦。当得知自己错怪童雪后，莫少谦躲在书房后悔不已。他把自己关在童雪住过的房间里，一个人不吃不喝，坐在床边发呆。管家害怕再这样下去，莫少谦会坚持不住倒下去，于是和老马一起来到童雪上班的地方，请求他能回去看一眼莫少谦。面对老马和管家的苦苦哀求，备受折磨的童雪会去看望莫少谦吗？莫少谦又该怎样面对童雪？关注萌妹，下集更精彩。当得知童雪流产后，莫少谦掐住她的脖子，生气地质问她为什么要打掉自己的孩子。但是没有谁能明白一个母亲刚失去孩子时有多么心痛。面对莫少谦的折磨，童雪真想随着孩子一起离去，可恼羞成怒的莫少谦并不想让她这样解脱，而是让童雪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折磨她。可话刚说完，老陈就告诉莫少谦，童雪是因为自己才从楼上摔下，孩子才会意外掉落的。得知真相的莫少谦悔恨莫及，他后悔自己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后悔听信穆永飞的挑拨离间，去伤害一个最应该被保护的女人。悔恨交加的莫少谦无法原谅自己的罪行，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想用这种方式来惩罚自己。旁边的管家和老马实在看不下去，于是找到童雪，希望他能去看望一下莫少谦。在管家的再三劝说下，心软的童雪便答应了。童雪小心翼翼地来到莫少谦房间，看见他病殃殃地坐在床边。童雪走上前去想要安慰他，可莫少谦不愿童雪看见他这副狼狈的样子，于是叫童雪出去。见到莫少谦赶自己走，童雪转身就要离开。此时莫少谦拖着病重的身体，实在坚持不住了，一头栽倒在地上。心急如焚的童雪跑到莫少谦身边，不停地呼喊他的名字。童雪发现莫少谦发烧后，赶紧将他送往医院。在病房里，童雪在一旁静静地守候着莫少谦。可醒来的莫少谦看见前来关心的童雪，丝毫不领情，故意用言语去伤害童雪。你那个初恋男朋友不要你了，这也难怪。作为一个男人，比起你跟了我3年，还打掉了一个孩子。你闭嘴！听到莫少谦这些话语，童雪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痛瞬间爆发。他掐住莫少谦的脖子，叫他不要再说下去了。可看见童雪伤痛的表情，莫少谦悲伤地笑了笑，反手就抓住童雪的手，嘲笑他被家人欺骗才会被卖给自己。面对咄咄逼人的莫少谦，童雪悲伤地说道：你活该被人骗，被自己最亲的人骗。没有人在乎你，没有人会爱你，因为你根本就不在乎，因为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爱。莫少谦听到这话，失落地松开了手。童雪也趁此空档逃离了病房，剩下莫少谦一个人孤独躺在床上。看到一直萎靡不振的儿子，蒋云十分担心，偷偷从医院跑出来，想用自己剩下不多的时间好好陪伴莫少谦。
如今的莫少谦已经失去了父亲，失去了自己的幸福生活，连自己心爱的人也失去了。他现在不敢再失去任何东西，母亲的陪伴成了莫少谦唯一的依靠。他决定要好好的陪伴母亲，过完下半辈子。只是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将不久后离自己而去。蒋云知道，如果自己一走，莫少谦一定会痛不欲生。于是他找到童雪，请求童雪原谅莫少谦犯下的罪行，并希望童雪能在自己去世后可以陪在莫少谦身边，帮助他渡过难关。面对眼前这位慈爱的母亲，童雪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此时蒋云由于癌症复发，体力不支晕倒在地。焦急的童雪赶紧给莫少谦打电话，可莫少谦电话一直打不通，童雪只好将他送回别墅。谁知刚一下车，就遇见前来看望婆婆的穆永飞。穆永飞高高兴兴地带着礼品过来，却看见童雪和自己婆婆关系甚好，一气之下当着蒋云的面狠狠地扇了童雪一巴掌，并对自己的婆婆出言不逊。这一切刚好被莫少谦看见，莫少谦一把抓住穆永飞的手，将他狠狠地甩到一边，并警告穆永飞：你对他越是不好，那我对他就越好。听到莫少谦这么绝情的话，穆永飞忍不住流下了泪。莫少谦回到屋里，看见刚被穆永飞打了的童雪，满眼都是心疼，正想上前去安慰，管家突然告诉莫少谦有重要客人来了。考虑到无人照顾虚弱的母亲，莫少谦请求童雪能留下来陪伴自己的母亲。心地善良的童雪答应了。此时公司的何姐和老陈找莫少谦一起商量如何对付穆氏集团。为了尽快击垮穆氏集团，何姐建议利用童雪和穆振飞的关系，将童雪流产的事嫁祸到穆振飞身上。只要爆料出这样的丑闻，穆氏集团的股票一定会大跌，这样他们就可以趁虚而入，一举拿下整个穆氏集团。听到这话，莫少谦恼羞成怒，他不允许任何人伤害童雪。在门外听到这一切的蒋云也立马冲了进来，他指责何姐的不择手段，可何姐对蒋云也毫不客气，故意用话刺激蒋云。面对何姐的咄咄逼人，蒋云一气之下晕了过去，被送往医院时已经命悬一线。当莫少谦得知自己母亲已经身患绝症时，十分后悔。他后悔这些年一心想着复仇，忽略了母亲的健康。如今想要放下仇恨，好好陪伴她度过幸福晚年时，而母亲却又要离开自己。悲伤的莫少谦无法掩饰自己的悲伤，一个人躲在卫生间里失声痛哭。蒋云看到一直被仇恨折磨的莫少谦，希望他能放下心中的仇恨，好好的过平凡的日子。为了不让母亲失望，莫少谦郑重地答应了，决定放下所有的仇恨。可此时，一个神秘人给莫少谦打电话，告诉他当年害死自己父亲的凶手不是童文斌，而是另有他人。莫少谦将信将疑地来到神秘人约见的地方，看见神秘人提供的证据，莫少谦傻眼了。他不敢相信害死自己父亲的凶手竟会是他，一个一直深爱着自己的人。莫少谦强忍着愤怒，安静地来到了母亲的床前。害死莫少谦父亲的凶手到底是谁？莫少谦能真的放下仇恨吗？莫少谦和童雪的爱情又会有什么变化？关注萌妹，下集更精彩。莫少谦蹲在地上失声痛哭，因为他刚得知自己的母亲将不久于世。可这还不算可怜，当他想要放下仇恨，安心过平凡的日子时，一个电话却改变了他的人生。打电话的人是陶氏集团高管，他一直想要吞并穆氏和莫氏两家公司，于是找人查出当年陷害莫少谦父亲的真凶，并把证据交给了莫少谦。当莫少谦看见手中的证据，上面清楚地写着穆永飞3个字时，大吃一惊。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一直寻找的杀父仇人，10年来一直就在自己身边。此时莫少谦再次熄灭的复仇之火又悄悄地燃起来。当母亲请求他放弃仇恨时，莫少谦犹豫了一下，笑了一笑，答应了他的请求。听到莫少谦这么说，母亲看着远处的夕阳，安静地离开了。失去母亲的莫少谦躲在房间里失声痛哭，他拒绝穆家人前来祭拜，在阴暗的房间里只留下童雪一人陪着自己。葬礼过后，莫少谦和童雪也各自分开，形同陌路。童雪回到公司继续担任设计师，莫少谦则违背母亲的遗愿，开始向穆氏集团发起挑战。此时失去所有亲人的莫少谦，唯一支撑他活下去的理由就只有复仇了。这时童雪看见报纸上的新闻，得知莫少谦还是选择了一条复仇的不归路。
童雪想起了蒋教授临终前的嘱托，于是打电话约莫少谦出来，希望他能放下仇恨。可莫少谦对童雪冷笑道：“你跟了我3年，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得到，这个戒指就当作是给你的赔偿吧。”嘲讽完童雪便转身离开。面对执意要复仇的莫少谦，童雪十分无奈，对着天上的蒋教授说了声对不起。离开后的莫少谦回到车里，他想起刚对童雪说出的狠话，十分痛心，但也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害怕自己对童雪好一点，慕容飞就会想方设法地折磨他。在彻底击垮穆氏集团之前，他必须假装无情地甩开童雪，这样才能好好的保护他。次日，莫少谦正式进攻穆氏集团，先是拦截穆氏集团新产品的重要材料，因为没有这批材料，穆氏集团的新产品无法正常生产，那么就会赔偿大笔违约金，这样穆氏集团很快就会濒临破产。然后莫少谦亲自来到穆家，将当年穆永飞贿赂童文彬的真相公开出来。当莫少谦以为这一切都是穆长河指使时，穆永飞却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原来这一切都是穆永飞一人所为，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逼迫莫少谦嫁给自己。看到眼前这个冷血无情的女人，竟然为了一个这么可笑的理由布下这么深的局，害得自己家破人亡。莫少谦对眼前这个女人不由得感到害怕。他看了看穆永飞，心中充满了无奈和绝望，然后转身离去，剩下穆永飞呆呆地留在原地。当穆永飞看见自己的父亲因为莫少谦而卧床不起，为了挽救穆氏集团，于是想利用童雪逼莫少谦退步。穆永飞先是找到收留童雪的刘亮春，当面告诉他穆氏集团将终止和他的合作。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刘亮春傻眼了。如果穆氏集团终止与他的合作，那将意味着自己投出的钱全部打水漂，自己公司也会破产。无奈之下，刘亮春只好请求童雪让莫少谦说服穆永飞继续和自己合作。看到一向待自己如亲生女儿的刘亮春，童雪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次日，童雪给莫少谦打电话，希望能够见他一面，可莫少谦故意躲着童雪，不给他见面的机会。万般无奈下，童雪只好再次来到别墅。此时莫少谦一直偷偷在家，不愿出来见他，于是童雪便守在客厅，等待莫少谦的出现。看着苦苦等待的童雪，莫少谦心里十分心疼，但又不敢表现出来，于是将童雪叫到书房。童雪请求莫少谦说服穆永飞，让他手下留情，不要为难刘亮春，并承诺只要莫少谦肯帮忙，自己愿意答应莫少谦的任何要求。可莫少谦只是冷笑道：“童雪，你真的很看得起你自己，你以为你是什么呀？如果以后丁管家敢开门让你进来的话，我马上把他开除。”看完莫少谦冷漠的表情，童雪失望地离开别墅。童雪离开后，莫少谦心里又十分不安，他害怕走投无路的童雪会做出傻事，于是开车追上童雪，将她拦下来。莫少谦还是无法克制对童雪的爱，将她搂入怀中，霸道地亲吻了她，并用请求的语气让童雪留下陪自己1个月，这样他就会考虑帮助她。童雪看见莫少谦认真的脸庞，便答应了他的要求。回到别墅，莫少谦高兴地让管家整理好童雪的房间。第二天，童雪带着手中的合同再次回到别墅。当他看见熟悉的房间，心里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他打开衣柜，拿出那条莫少谦最喜欢的白色裙子，并换上纯白色床单。童雪穿上那条迷人的白裙，坐在房间里静静地等待莫少谦到来。可过了很长时间，莫少谦都没有进来。当童雪下楼询问管家莫少谦的去向时，管家告诉他莫少谦早已回来，并在自己的卧室睡下了。童雪听后十分吃惊，明明是莫少谦故意让自己回来的，现在却又千方百计地躲着自己。要是换做以前，莫少谦早已迫不及待地过来了。此后的半个月，童雪再也没有见过莫少谦，他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这让童雪内心很不安。莫少谦为什么要躲着童雪？童雪能和莫少谦在一起吗？穆永飞又会怎样对付童雪？关注萌妹，下集更精彩。童雪穿着迷人的白裙，坐在床边等着莫少谦回来。这一次她回来是想求莫少谦说服穆永飞放过月影的父亲，
可同学在卧室等了很长时间，还是不见莫少谦的踪影，他便下楼询问管家，从管家口中得知莫少谦早已回家，但他并没有去同学的房间，而是回到自己的卧室。莫少谦这么做让同学十分不解，为了讨好莫少谦，同学悄悄来到他的房间，换上莫少谦的衬衣，并来到他的面前。看见同学不依不饶地缠着自己，莫少谦生气地赶他走。可同学害怕莫少谦故意躲着自己，于是走上前去主动吻了莫少谦。看见同学如此执着，莫少谦心动了，主动回应了同学。当晚同学如愿以偿地达成了交易。第二天心情大好的莫少谦决定带着同学去旅行。他们来到了一座海边别墅，洁白的房子，温柔的海风，这一切都是那么的让人惬意。此时两人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一起享受着这美好的时光。两人一起把行李搬到屋内后，同学打开冰箱开始做饭，可辛辛苦苦做好的饭菜却被莫少谦故意挑剔。莫少谦一边吃一边做出难吃的表情。如此调皮的莫少谦把同学逗乐了。为了向同学证明自己做饭比他好吃，莫少谦决定亲自去市场买菜。可他只骑了一辆自行车，同学犹豫了一下，轻轻地坐在莫少谦的身后，双手环抱着他的腰。莫少谦高兴地微微一笑，带着同学自由地穿梭在海边。来到市场，莫少谦为了一条鱼开始和商贩讨价还价。一旁的同学有点吃惊，他不敢相信往日高高在上的集团总裁也有如此亲民的时候，这让同学对莫少谦有了别样的看法。回到别墅，莫少谦穿着围裙，亲自为同学做了几道拿手好菜。同学品尝后直夸他的手艺不错，这让莫少谦十分欣慰。吃完饭后，同学来到厨房洗碗，莫少谦站在门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傍晚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这让同学的背影显得十分迷人。莫少谦忍不住从后面抱住同学，想要亲吻他，可同学却下意识地躲开。当他抬头看见莫少谦热情而诚恳的眼神，同学闭上眼睛回应了他。但此时同学脑海里闪现出萧山的画面，察觉到异样的莫少谦十分生气，他一把甩开同学，转身将自己关进书房里。同学不明白为什么莫少谦总是忽冷忽热，于是打电话询问穆振飞。可还没等同学说完，莫少谦从书房里出来，一把夺过同学电话，质问他是不是除了萧山，心中还装着别的男人。看着莫少谦大发雷霆，同学十分委屈，哭着说出了真相。得知误会了同学，莫少谦自责地离开房间，留下同学一个人。过了很长时间，同学都不见莫少谦回来，便出门去找他。最后在海边一块礁石上找到了莫少谦，同学想要过去安慰他，但一不小心摔倒了。看见同学摔倒后，莫少谦赶紧飞奔过去，轻轻地询问他疼不疼，并小心翼翼地将同学背回别墅。也许此时莫少谦才终于意识到自己真正追求的是什么。晚上莫少谦终于想通了，他决定放下所有的仇恨，安心地和同学一起过平凡的生活。于是他打电话给何姐，让她明天把一个白色的袋子交给穆永飞。第二天何姐来到穆家，她转达了莫少谦的话，并承诺只要穆永飞能答应莫少谦的3个条件，他将放穆氏集团一条生路。听完前2个条件，穆永飞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当何姐将白色袋子交给穆永飞时，穆永飞生气地撕掉了里面的东西。原来第3个条件就是让穆永飞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公开2人假结婚的秘密。穆永飞不愿接受莫少谦会如此绝情，于是连夜来到莫少谦的海边别墅。结果发现莫少谦和同学在一起，穆永飞拼命地拍打窗户，希望能引起莫少谦的注意，可于事无补。晚上莫少谦看着怀里熟睡的同学，甜蜜地笑了笑，偷偷用手机拍下他可爱的模样。次日，莫少谦来到远中集团，让穆永飞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直到无法挽留莫少谦的他，最终还是同意了。作为条件，莫少谦辞去了莫氏集团董事长的职务，成为了一名普通人。莫少谦希望能够用新的身份重新和同学开始美好生活，可因爱生恨的穆永飞并不打算放过莫少谦和同学，于是他悄悄找到同学，利用莫少谦的安危逼迫他离开他。深知穆永飞的歹毒，同学也清楚，现在无权无势的莫少谦根本不是穆永飞的对手，他只能选择向穆永飞妥协，来换取莫少谦的安全。于是他遵从穆永飞的要求，来到咖啡馆，当着莫少谦的面放出狠话。听到同学说出这些话，莫少谦崩溃地将他赶走。同学走后，他无奈地流下了眼泪。莫少谦这么聪明，他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穆永飞搞的鬼。为了不让同学再受到他的威胁，莫少谦以包庇同学舅舅贪污为由向警方自首，以此来结束这一场孽缘。
临走前，莫少谦专门来到同学为他设计的新房。当他走进卧室，看见窗户上的画像时，莫少谦这才真正的明白同学的心意。他不由得喜极而泣，然后走向了看守所的大门。而另一边，同学也为了不再拖累莫少谦，决定去国外读书。离别前，他无意间发现莫少谦留下的手机，手机里面全是自己的照片，还有那一句莫少谦未能说出口的我爱你。明白莫少谦心意的同学坐在机场上悲伤的痛哭，明明两人都爱着对方，可都不愿意说出来，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多的误会。莫少谦真的会去自首吗？同学和莫少谦还会有怎样的故事？观众萌妹，下集更精彩。莫少谦为了不让同学再受到穆永飞的威胁，便以包庇同学舅舅贪污为由向警方自首。同学也为了不拖累莫少谦，选择出国留学。离别前，同学看见莫少谦悄悄留下的手机，发现原来他一直爱着自己，于是同学下定决心，等自己留学回来后，一定要当面向莫少谦表明心意。1年后，同学成了一位著名设计师，他放弃了国外高薪的工作，选择回到国内，这里有他一直想见的人。而莫少谦也因为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再次成为身价100亿的富豪。这天回国后的同学找到莫少谦的助理文浩，希望能通过他见到莫少谦，可文浩却告诉同学莫总已经出国。这样的结果同学从来没有想过，可他不愿意放弃任何见到莫少谦的机会，于是他请求文浩能够在公司帮他安排一份工作。你能帮我安排一份工作吗？在你们公司。我们公司？我要等他回来。看见如此执着的同学，文浩只好勉为其难的答应。次日，同学高兴地来到莫少谦的公司，一进门就发现一位长相酷似萧山的男孩。同学差一点就叫出萧山的名字，可文浩告诉他，这是你的新助理，叫宋毅。给你介绍一下你的实习设计师，叫宋毅，是个大学生。同学看着眼前这个男孩，心中不免有些欣喜。两人在一起工作也十分愉快。这一切刚好被躲在一旁的莫少谦看见，原来他并没有出国，而是故意躲着同学。此时的莫少谦已经身患绝症，深知给不了同学幸福，所以一直躲着他。尽管莫少谦已经下定决心离开同学，但还是无法掩饰对他的思念。于是趁同学下班时，悄悄用纸折了一只千纸鹤。同学上班回来，发现桌子上的千纸鹤，并猜测一定是莫少谦来过。同学跑到天台上，大声呼喊他的名字：莫少谦，你在哪里？你给我出来！可莫少谦只是远远地看着同学，始终不愿出来相见。同学知道莫少谦是故意躲着自己，为了逼他出来，月莹提议让同学假装被绑架，这样担心他安危的莫少谦肯定会来英雄救美。可这个计划刚好被张志远听见。为了早日还清自己的赌债，张志远打算利用同学向莫少谦索要高额赎金，于是便趁同学不注意时将他抓进车内，并拍下照片发给莫少谦。此时莫少谦正在医院做检查，发现同学有危险，想都没想就冲出门外。他一边开车一边请求张志远不要伤害同学，可张志远根本不理睬莫少谦，反手就给了同学一巴掌。莫少谦很快就赶到同学身边，见到莫少谦不顾自己的安危，拼命的前来救自己。同学内心十分高兴，但又害怕张志远伤害他，于是叫莫少谦赶紧离开。这一举动瞬间惹恼了张志远，他当着莫少谦的面狠狠地打了同学一拳。看到倒地不起的同学，莫少谦十分心疼，他气愤地跑上前去跟他们拼命。可此时的莫少谦因为长期被病痛折磨，身体十分虚弱，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很快就被打倒在地。张志远拿起铁棍想给他最后一击，可同学突然冲上前去，挡在莫少谦的前面，结果被铁棍砸晕。张志远以为闹出人命，丢下二人就迅速离开。莫少谦心疼地看着同学，不顾身体的疼痛，抱着他一步一步地送往医院。经检查，同学的身体并无大碍，但莫少谦伤势却十分严重。醒来的同学十分担心莫少谦的安危，还没等身体痊愈，就赶紧跑到他的身边。看着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的莫少谦，同学十分心疼，他害怕会永远失去莫少谦，于是鼓起勇气向他表明了爱意，并轻轻地吻了他。莫少谦看见如此深情的同学，终于不再隐藏对他的爱，主动回应了同学，并决定要永远和他在一起。可好景不长，在一次甜蜜约会中，莫少谦的身体突然剧烈疼痛，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现在病情已经恶化，必须立刻进行手术。
可手术有失忆的风险，莫少谦不想忘记同学，便拒绝手术治疗。莫少谦不愿同学看出他的异样，便一直躲着他。同学一直给莫少谦打电话，可是始终无人回应。他害怕莫少谦又像之前一样消失不见，内心十分痛苦。一直暗恋同学的宋轶，为了让他心里好受一些，便带着同学出去喝酒，希望他能借着酒意忘记这份痛苦。另一边，莫少谦看见同学的未接电话，心里很不好受，最终还是忍不住拨通了同学的电话。没想到接电话的是宋轶，莫少谦十分惊讶。他按照宋轶的提示来到酒店，找到了醉醺醺的同学。莫少谦警告宋轶不要再碰他，说完便抱起同学离开。他将同学带回自己的卧室，看着熟睡的面孔，莫少谦心疼地抚摸他的脸，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悲伤。我警告你，你不要碰他，你最好牢牢抓住他的手，否则别怪我趁人之危。莫少谦警告宋轶不要再碰他，说完便抱起同学离开。第二天，同学醒来发现莫少谦就在身旁，还为自己准备丰盛的早饭。他十分高兴，从后面轻轻地抱住莫少谦，并一起畅想两人的美好未来。看到同学幸福的样子，莫少谦不敢回应，而是转过身背对着他，似乎在刻意隐瞒什么。次日，同学来公司上班，一个穿着时尚的美女找到他，美女声称是莫少谦的女秘书，并当着同学的面说他的作品又土又难看，真是土死了，简直是毫无品味，庸俗极了。此时同学这样反驳，莫少谦却突然走过来。同学原以为他会帮自己解围，没想到不仅没有帮忙，还故意挖苦同学。说完便和女秘书一起离开，剩下同学失落地留在原地。晚上，同学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封莫少谦的邀请函和一件胖乎乎的睡衣。同学不明白莫少谦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了当面问清楚缘由，同学穿上那套奇怪的睡衣，来到莫少谦指定的高档酒店。推开门一看，里面竟然全是穿着性感的美女。同学这才明白，这一切都是莫少谦搞的鬼，让他故意在人前出丑。同学生气地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时，莫少谦遣散其他美女，只留下同学一人。莫少谦深情地望着同学，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慢慢地将嘴唇凑近。同学以为莫少谦要吻自己，于是慢慢地闭上眼睛。可莫少谦只是笑了笑，嘴里嘲笑同学是蠢女人。你怎么那么讨厌？怎么了？以为我要吻你？看见莫少谦如此绝情，同学心灰意冷地离开酒店。看见同学离开的背影，莫少谦始终强忍着泪水。他明白这一次他将真正的失去同学。第二天回到公司，宋轶看见失魂落魄的同学，便询问他发生什么事。同学将莫少谦对待自己的全过程都告诉了他。看着如此沮丧的同学，宋轶十分心疼，发誓一定要给他幸福。于是宋轶决定向同学表白，并趁机向他求婚。可同学看见被蜡烛堆满的爱心和眼前这个单膝下跪的男孩时，忍不住流下眼泪。他不想欺骗宋轶的感情，并明确地告诉他自己喜欢莫少谦，无论他怎么对待自己，心里也只有他一个人。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陪伴，那个人在我心里，我真的非常非常爱他。看见同学对莫少谦如此情深，宋轶便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了同学。原来两人的相识，莫少谦对他的冷落都是莫少谦一手安排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为了让同学忘记自己爱上别人，才会和宋轶演这一出戏。同学得知真相后，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绪，一路飞奔着四处找寻莫少谦。此时的莫少谦由于病情加重，已经晕倒在地，被送往医院时已经性命垂危，现在必须立刻手术才能保全性命。同学告诉医院立刻进行手术，可文浩却阻止他，因为手术有失忆的风险，莫少谦不愿忘记同学，所以一直不选择手术。可同学希望莫少谦能够一直活着，即使是忘记自己也没有关系。最后同学以莫少谦妻子的名义同意了手术，最终手术很成功，但莫少谦也因此失去了所有记忆。这天失忆后的莫少谦来到玉石店拍摄照片，同学悄悄来到他的面前，看见莫少谦一点都不认识自己，便主动请他帮自己选一块玉。面对眼前这个阳光可爱的女孩，莫少谦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于是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对莫少谦来说，他无法原谅曾经对同学的伤害，所以一直将这份爱埋藏在心中，不让人发现。故事最后以失忆的方式让莫少谦重新认识同学，并爱上他。我想这才是最完美的结局。
好了，小伙伴们，千山暮雪的故事到这里已经结束了。你们还想看哪些精彩视频？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关注萌妹，下期视频会更精彩哦。